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的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延续上个礼拜要讲什么呢？钢铁业的长条钢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呢？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介绍它下游的需求面，那这个礼拜我们来谈谈条钢业的利差的部分。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首先看一下长条钢是什么呢？长条钢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说我们用外形来区分的话呢，就是说它的外形是长条形状的钢铁产品，我们就把它称作长条钢。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连续有看了3个礼拜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说长条钢它有电炉跟高炉的生产方式，但是我们主要的今天的专题是用电炉方式生产的长条钢做一个分析。那一共有4家的电炉厂商，以丰兴这个地方为首。那生产条钢产业这个地方呢，它可以分作型钢跟钢筋。那它的特色就是说是跟公共建设或跟营建相关的内需产业市场为主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基本的大概的部分，我们接下来讲长条钢的那个利差分析。那很多投资人来问我说，Judy，你常常讲利差是什么意思呢？利差就是产品的报价减掉原物料的报价。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看利差呢？因为利差会是毛利率的一个先行指标，那毛利率又会影响股价，所以说影响股价的好坏最主要因素就是企业本身的获利。那大家也知道啦，企业的获利如果公布比较快的话，那有些公司是在每个月大概10号公布营收，20几号到月底就会告诉大家它的获利。那有些公司我们要等1季，甚至就是说季报公布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。那可是股价是先行的指标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先行的指标利差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分析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呢，国内目前有2家比较大产能的电炉公司呢，分别是东钢跟丰兴。那东钢跟丰兴跟中钢一样，每个月或每周都会开一个什么盘价。那这个盘价呢，会依照它废钢的成本还有下游需求的强弱来调整它的价格。那条钢部分的产品价格最短的是以周来做报价，这样子它可以反映迅速的它公司目前的状况。那部分的产品呢是以月的部分做一个报价。好了，那基本上我们已经知道报价，我们每周都可以去盯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我们讲条钢业的利差分析，那我们就可以把每周的钢筋的盘价跟我们制造钢筋电炉业者生产，我们之前在第1集的时候初级班的时候有介绍给大家怎么样，就是日本的废钢就是主要的一个价格，东亚地区的一个价格制定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日本废钢这个地方当做成本，那钢筋这部分当做售价。那我们2个一相减，是不是在灰色这个地方就叫做利差这个地方？所以我们可以算出钢筋的利差，也可以看出型钢的利差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说调整钢品的价格呢，调钢产品的价格，它最主要都是受到废钢价格的影响。那废钢占整个业者的那个成本大概是70%左右，所以而且又是正相关。那利差的部分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条钢业的利差的部分呢，在疫情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呢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这个地方是有扩大现象。然后等到疫情控制以后呢，那那个强劲的内需市场又反映上来，所以它利差有做一个扩大的动作。那一直到2022年那个什么，因为受到了升息跟乌俄战争的影响，利差这个地方才又做一个缩减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大概知道整个趋势以后，接下去我们来分析后长条钢业者它的毛利率的分析。那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利差是先行成本。那利差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，就是所谓的原物料的产品报价去减掉它的原料的成本的部分。那所以我们利差的部分只包括了原料成本。那可是利差跟毛利率的差距在哪里呢？因为利差只算了原料成本，可是我们实际一家公司的成本，它还有一个制造成本，就是业者常常讲的工角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生产设备的成本。比如说我今天一个电炉厂投资下去的金额，我是不是要分年做一个摊提？那就是生产设备的折旧的成本。那还有在工厂里面电炉厂工作的这些人工的成本，这样加起来算是一个制造成本。那平常我们在讲的利差只有算一个什么原料成本的部分。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先用这个
大概可以估算的成本出来的时候，知道大概的利差，然后等到他公布财报的时候，是把真实的成本算出来，然后营收减到的成本就会等于营业率，再减掉了营业费用的部分就会变成营业毛利。所以一般投资人会去盯的，包括营收的成长率、营业率、毛利率，就是这样出来的。OK， 那我们讲的利差部分就是原料成本部分，所以它跟实际的毛利率出来会有一些误差。好，那这样讲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，就是利差它会先行毛利率的反应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利差部分就是因为毛利率它是后来才公布的嘛，所以我们发现毛利率高点的时候，事实上在利差部分我们发现它已经先领先做一个下滑的动作，所以我们去盯它的利差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原来未来的获利可能会往下掉下来啊！你看后来就下来，所以有的时候投资人会去问我说：“哎，纠结，我觉得我好奇怪，我手上的股票获利还创新高，毛利率还往上涨，为什么我股价却往下跌呢？”那除了跟大盘走势还有资金走势有关的话，就是股价是领先橱仓，所以它会去领先未来趋势的反应。所以这两家公司呢，就包括东钢跟丰兴的利差走势跟毛利率走势，长线是具有相关性的。但是短线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我们去算利差的时候，是不是用当月的售价跟当月成本去算？可是上市公司它明明知道产品价格未来是往上涨或往下涨，或它的接单状况，它会去做一个调整，所以库存的数量的高低会去影响说它的毛利率。所以我们算的利差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概估值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傻傻的说是不是利差缩减我就立刻卖，不是，而是利差缩减的过程中，你就要去观察股价出现止涨 K 棒的时候，就要去做一个出脱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再把丰兴跟东钢这两家公司我们做一个比较哈。这两家公司来讲的话，我们以毛利率来看是差不多，可是在盈利率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发现盈利率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为什么毛利率的时候差不多，可是在盈利率的部分丰兴会脱颖而出呢？那你就可以这是跟整个公司的那个就是财务结构这个地方有关系。那你就会发现说丰兴的负债比例这个地方它比较低，所以它的利息费用这个地方是不是会相对比较低？那东钢这个地方利息费用比较高，所以它的那个什么利息负担费用就会比较高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讲完了基本面，接下去我们来介绍技术面的部分。好，那技术面的部分呢，丰兴这个地方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说它从2001年这个地方是起涨原点，它走了1高、2高、3高。那在过去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过，它的特色因为营运非常稳定，所以在业界有小中钢支撑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今年的获利数字呢，达成率跟法人所预估的数字非常接近，所以达成率非常高。那整个获利表现是非常平稳，所以反映到它的股价上面，它回档就会守住1/2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另外一档股票就是东钢，东钢也是在2001年这个地方做一个起涨动作，也是经过1高、2高还有3高。那同样它回档这个地方也有守住了1/2。那它目前来讲的话，获利的达成率跟法人预估的时候，大概算是略逊一点，不过目前看起来状况还好。那我有接到投资人询问我，他说 Judy 请问你的1/2到底是怎么算？那你要记得，不管是1高、2高或3高甚至4高，反正这个从起涨原点开始算，那你就用最高跟最低加起来1/2就对了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我们就知道包括了东钢跟丰兴，他们特色都是怎么样？回档有守过1/2嘛，所以就是这两种可能。那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了，就是说像钢筋这种产品来讲的话，如果没有特殊的政府的政策特别去激励的话，它就是以一个内需市场为主，是比较平稳的，所以你要它业绩突然的往上去做个大幅攀升，这样几率不大。所以对于这两家公司来讲的话，我个人评估它回档守住了1/2，但是在反弹的过程中，后续以盘涨跟盘整的格式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做这个事前的评估。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所谓的不可预料的因素，比如说政府推了一个新的政策，不管是中国大陆或是美国或是台湾，是激励国内的公共工程做快速的推动，那是不是产品需求就会比较大？那股价可能就会呈现比较高的走势。
比较上扬的走势，比较快速上扬的走势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约略的规划出来，然后后面呢，因为一些政策或一些营运数字的改变，那股价就会有不同的变化。好啦。连续我们前面的包括了初级班、中级班到今天的进阶班，我相信大家对调钢产业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约略的了解，知道它是一个以内需型为主要的市场，而且它的龙头厂商是丰兴跟东钢，在基本面跟技术面相结合之下，相信你在选股的部分你也知道，我们选股如果回档有守住1/2的股票，未来的走势会比没有守住1/2的股票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反弹会比较容易过高嘛，然后接下去你再用它基本数字去做一个比较跟评估，你就可以约略发现它的走势。那同时你也学会了这些原物料股，我们要看它的利差增变化，就知道它未来毛利率的变化，那它股价就会领先反应。OK， 那这边就是到调钢业的基本介绍。那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什么呢？我们要介绍线材方面那个罗斯罗茂公司的状况，你要记得哦，下个礼拜继续收看。那到了节目最后的尾声，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喽，拜拜。